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在我怀孕4个多月的时候，体质太虚，彭毅就给我请了住家保姆，只为全方面照料我的生活。为了我们宝宝的健康，我也就申请了产假，开始漫长的待产之路。彭毅和我说，保姆把家里打理得不错，他想把在乡下的母亲接过来，享享清福，顺带学习如何带孩子。等我坐完月子以后，婆婆也能接手带孩子，到时候我也能安心继续上班。我说这样会不会让婆婆太累？没有想到彭毅说，我妈闲不住，她不会的，觉得累的。而且也是我妈提出来的，我这不是要先和你商量一下吗？我听了这话，心里美滋滋的，就点头同意了她的这个提议。婆婆来了以后，果然和彭毅说的一样，人很好，还经常和保姆一起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全家都把我当成一个宝贝一样呵护。肚子到5个月的时候，我和彭毅说，这个月份最容易看出孩子性别了。彭毅说，真的假的？我说，真的。做产检的时候，我特地找到老同学，请他帮我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不过这件事我并没有和彭毅说。我在知道怀的是一个女宝宝的时候，高兴得要跳起来。彭毅让我走路小心点。彭毅笑着说，怀了一个女儿，就把你高兴成这样？我说，当然高兴啊，我要给她穿漂亮的小裙子，以后天天给她梳漂亮的小辫子。我突然叮嘱她说，你不喜欢女儿吗？彭毅说，喜欢啊，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喜欢。我只说她贫嘴。几天后的一个平常午后，我们3个人都在家里，我在阳台那边舒适地晒着太阳，突然一股钻心的疼痛直冲我的脑门。等我反应过来时，我弓着腰，痛苦地捂住我的肚子。我的孩子！剧烈的疼痛一遍遍地冲击我的脑仁。我靠着强大的意志力掀开了盖在身上的薄毯，看见裙子已经被血给染红。我慌张地在房间里大喊，救命啊，妈，我的孩子，快来人啊！但是并没有人回应我，我好像在一个没有人的孤岛，巨大的死亡窒息感淹没着我。我在阳台喊了有1、2分钟，没有人应答。我脑门上的汗水滴答的狂流，凭借着强烈的求生意识，我摸出了放在枕头下的手机，并且拨打了120电话。电话挂了，足足过了有5分钟，我主卧的房门才被人慢悠悠地打开。我艰难地抬起头，看见婆婆一脸冷漠。她走过来问我，你这丫头怎么一头汗？先前我喊了半天，她没有听见吗？进来看不见我已经染红的裙子吗？我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我指着肚子断断续续地说，快把我扶着下楼去打车，我的孩子，救救我的孩子！我婆婆果然看见了我裙子上的血，我以为把她叫过来能帮我解决问题，但是她除了像一只聒噪的鸭子在我耳边喊着，哎呀，怎么办啊，这么多血！我打电话彭毅，说着她就转身出去给我老公打电话。我躺在阳台的躺椅，对我婆婆说，可以下楼帮我叫车，把我直接送去医院吗？但是我婆婆依然我行我素，打电话给彭毅。我在阳台愤怒地大喊，彭毅回来了，能救我和孩子吗？没有人回应我。这个家像是一个困住我的牢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谢天谢地的是120的车子来了，我终于看见了活下去的希望。让我意外的是，婆婆竟然还拦着医护人员，非要等彭毅来以后再去医院，说担心我去了医院以后被医生护士坑。我上了救护车以后，我婆婆还找了一个借口说，给我拿换洗衣服，
好在医护人员在我的坚持下，直接开车就走了。如果不是医护人员强势，我都觉得可能要死在家里。120车来接我的时，彭毅的车都没有到家。医院里，我躺在病床上，医生告诉我来得太迟，孩子没有保住，那是一个有了孩子雏形的女宝宝。我询问医生，我前2天还来医院产检，你们和我说孩子很健康，怎么才2天孩子就没有了呢？医生手里拿着我之前在医院的病历对我说，从之前的检查结果来看，确实是一个健康的宝宝。你最近有没有吃过什么奇怪的药？我立刻摇头说，没有。从怀孕到现在，我只吃过叶酸，总不能是叶酸有问题。我从怀孕一直吃到现在，大夫最后只能和我说，这段时间的胎儿也确实不稳定，我们不排除您体弱而导致流产的可能性。大夫继续说，虽然你孩子没有保住，但是你来医院及时，好好调养个2年，以后还能再次怀孕。我已经听出医生话里的委婉，我点了点头，感谢医生为我解答，并且看了眼站在我床头的婆婆。我婆婆站在我病床前责怪我，你这个孩子真的是让我担心死了，孩子没有了，我们以后可以再要，不要太伤心，好好养身体才对。我一句话都没有和她说，而是拉上了被子，安静地听她一个人在我病床头叽里呱啦地讲述她来医院有多不方便，许多地方都没有弄明白。我自己一个人开始反思总结，如果不我从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现金交给护士，等婆婆来帮我，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我看向婆婆，第一次觉得这个老太婆如此的陌生，她是我婆婆，还是来找我索命的呢？当时我明明在屋子里叫得那么大声，家里的保姆、婆婆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听到。等她进来，竟然是我打完120以后。我打断婆婆的诉苦，向她提问，我在房间里喊救命的时候，你在哪里？婆婆看向我说，我当时在卫生间，出来以后才听见你的声音。我在打完电话以后就没有再发出声音，她又是怎么听见的呢？我心跳如鼓，一个大胆的猜测跳进我的脑海。我又问，保姆吴月在哪里？婆婆说，她当时在厨房刷碗，哐啷哐啷的，肯定也听不见啊。她怎么知道保姆在厨房刷碗哐哐的声音？婆婆像是抓住我的画柄，指责我说，你不会以为是我们故意没有听见声音，所以耽误了你的抢救？我确实是这个想法。我敏锐地抓住了一个词语，我们。他什么时候和保姆变成了一伙了？不得不说，孩子没有了以后，我的感官开始对周围所有的事情开始放大，甚至对婆婆的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开始抠细节。婆婆继续来开导我说，丫头，我知道你孩子没有了很难受，我也难受，我没有了这么一个小孙女。自从你进医院，我就一直为你忙前忙后的，还给彭毅打电话，就连你这一身换洗衣服都是我特地从家里给你带过来的。我心里有太多的疑问，那个保姆她人去了哪里？婆婆来医院，那么保姆守着空荡荡的家干嘛？我忍不住把人朝着最坏的方向想，清理导致我流产的证据吗？没有多久，彭毅终于赶来了医院。我看着一头的汗水的男人，他趴在床头，握住我的手，一脸焦急地问我，我们的宝宝怎么样了？我原本已经平静的情绪，硬生生地被彭毅给问破防了。我躺在病床上哭着和彭毅说，孩子没有保住，我好难受。彭毅愣了好一会儿，才安慰我说，没事，是宝宝没有这个好运气。
我们以后还会有下一个宝宝的。说着就把我给搂进了怀里。我靠在彭毅宽阔的胸膛，终于有了一丝坚实的安全感。但是我在抬头时看见了在门外的保姆，她并没有进来，而是背对着我站在了外面。我搂着男人，心里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像是在大海中飘摇的小船，看不见岸，摸不到方向。彭毅回过家了。我在医院休养期间，我通过我在这家医院上班的老同学，我把我包里的2瓶药给他，一瓶是叶酸，一瓶是维生素，请他帮我做个药物检测分析。我在医院住了大概3天就出院回家，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家里所有的东西一定在我住院那天就被人清理干净。与其这样，我不如好好在医院养病。回家的第1天，彭毅特地请假来接我回家。我一到家，就是婆婆和胖墩墩的保姆开门迎接我。看着他们热情的样子，我感觉我不像是主人，更像是客人。我看着家里丰盛的饭菜，婆婆要过来帮我拎包，我拒绝了她的殷勤。彭毅把我推坐到了凳子上，和我说，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不要沉溺在过去的悲伤里。我其实并没有悲伤，而是在孩子流掉以后，一直在低谷的智商回到了高地。吃过午饭以后，我看着在厨房刷碗的保姆，进卫生间上厕所的婆婆，彭毅则下楼跑步。家里只有我们3个女人，场景似惊人地还原了那天的场景。我突然灵光一闪，想做一次实验。我安静地回到房间里，关上门。大概1分钟以后，我在阳台大声尖叫：“有老鼠，有大老鼠！”不到10秒，我的房门就被打开。我婆婆手里还拿着笤帚进来，目光非常锐利地在房间里四下扫视，问我：“老鼠在哪里？”跟在婆婆后面的还有那个沉默寡言的胖保姆。她弱弱地问：“有几个？”此时的她正缩在我的房间外，看着我和婆婆。我惊讶又恐惧地指着阳台的窗户说：“她刚才从窗户那边跳下去了。”我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其他老鼠。我婆婆安慰我不要害怕，之后就拿着扫帚在阳台开始巡查，并没有发现有老鼠的踪迹。我捂住嘴巴，控制住随时会崩溃的情绪，对我婆婆说：“可能就一个意外通过阳台跑进来。”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我率先对他们发难：“你们这几天在家里都没有看见一个老鼠吗？”婆婆却说：“这2天门窗一直都是关好的，你别担心，我再找找，别担心。”说完，她在我房间里转了一圈以后，又去了房间其他的地方去翻找。等人走了以后，我靠着阳台那边的椅子慢慢滑坐了下来，只是我的手还在止不住的颤抖，并不是因为家里进老鼠，而是我在相同的地方、相同的情况下叫出声，他们这次却能够清晰地听见我的声音，并且做出对应的反应。为什么在我流产的那天会推迟4、5分钟进来？人的心里一旦埋下了怀疑的种子，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放大。婆婆和我的沟通很少，她更多时候喜欢和那个沉默寡言的保姆聊天。我以前一直认为他们出身农村人，所以有更多的话题。现在看来也不尽然。保姆除了必要的沟通之外，几乎不和我说话。我不想再让这2个人继续生活在我身边，因为这2个人让我感到压抑。于是我把家里之前给孩子准备的婴儿用品全部都打包收拾起来，准备扔掉。反正已经不需要养胎，我也准备好了辞退保姆的讣稿。我婆婆看我把孩子的用品全部打包过来，问我收拾东西干嘛。我对这个老太婆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好感，
我说：“孩子都没了，留着干什么？”婆婆说：“可以等到下次怀孩子再用。你这么着急，扔掉干什么？”我说：“不是扔掉，是捐出去给有需要的人。等下次有孩子的时候，我可以买新的。”没有想到，婆婆拦住我的手说：“等一下，那你把这些给我。我乡下刚好有些亲戚家有小孩可以用得上。”我看着包里的那些东西，非常奇怪，看向婆婆，因为这些都是刚出生小孩才用得上的东西。就算她有亲戚，也没有听彭毅和我叔他们最近有谁家生了小孩。我面上非常平静地说：“乡下还有亲戚要。”我婆婆理直气壮地说：“当然有了，你把这些都给我。”我笑着留了一个心眼说：“行，我再放点东西进去，要是东西明天不拿走，我后天就送给别人。”婆婆说：“我马上去联系，你放心。”听着婆婆在书房打电话的声音，我看着一大包婴儿用品，下意识地在这堆包裹里面藏了一个定位器。第二天，婆婆果然把东西给拎走。我想过东西可能会去乡下，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那包婴儿用品会去了彭毅公司一圈以后，还回到我的家里，并且就在我家里，东西就放在了保姆的房间里。我注意到保姆虽然是胖的，但是她的手还是腿似乎都比较细，她穿的衣服也比较的宽松。想到婴儿泳瓶在保姆的房间里，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联想到彭毅以前和我过，这个保姆是他母亲的一个亲戚的女儿，因为她是肯干才被介绍过来的，所以这次我打算去他母亲以前居住的那个小村，打听一下彭毅那些亲友。当天下午3点多，我打着回娘家的名头，开车去了彭毅母亲居住的那个小村。彭毅居住的村子不算偏僻，我很快就找到了彭毅母亲之前住的地方。我拿出了婆婆的照片，询问周围人。没想到这次的探索让我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彭毅在1年多前就结过婚了，儿媳妇和婆婆一直都住在村里。听说彭毅在城里上班有了出息，就把他母亲和媳妇都接到了城里去享福，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他竟然在这个村里举办过婚礼，所以他已经结过婚了。可是我和彭毅领取结婚证的时候，他显示的是未婚啊。我问邻居：“那他有没有办结婚证？”邻居说：“办那个东西干什么？我和老公结婚这么多年了，都没有那玩意儿。”我拿出了保姆的照片，问邻居是不是这个女人。邻居放大照片以后点头说：“对，就是她。想不到去城里已经养得这么好了。”我听着后背一阵阵地发凉。邻居继续说：“当时去城里的时候，吴越怀了3个多月的身子呢。这男人出息还不忘带媳妇去享福，真是个孝顺负责的好男人。”我听着邻居对彭毅的一声声的夸赞，像是在骂我是个二缺，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我脑子里一团乱麻的线在此时被全部疏通。我也清晰地看出了彭毅每次做出的行为对他得到的利益。为什么在彭毅在找了住家保姆以后，和我提出接他的妈妈一起来享福？为什么我在告诉他我怀了女儿以后，他会说那样的话？为什么那个婴儿用品会出现在保姆的房间里？这样我能把所有矛盾的地方解释通了。现在我已经流产，那个保姆也怀孕，那个女人是彭毅事实婚姻的妻子，住在我的家里，吃着我的待产的孕妇餐。叮铃铃，手机铃响，打断了我的思路。我看了眼手机号，是我的老同学，他告诉我药物检测的结果出来了。老同学说：“思荣，实验室这边的报告结果显示，
叶酸药瓶里面检测出了部分药属于打胎药的成分。部分。我感谢完同学以后，就挂断了电话。我突然在想，要是那天我没有给120打电话，我会不会死在那个阳台上？死在流产的那一天，彭毅会不会霸占我的房子，霸占我的资产？我的爸爸妈妈该怎么办？越是这么想，一阵阵凉意铺天盖地的把我的意识给淹没，一浪又一浪的扑过来。我苦苦的挣扎。我清楚的记得那瓶叶酸是彭毅拿给我，他还叮嘱我让我每天都吃。没想到算计我的竟然是枕边人。慢慢，我冰凉的手脚又慢慢的回暖。劫后余生，原来是这样的感觉。我悄悄地来这个村子，又悄悄地离开了这个村子。回去的路上，我想过直接摊牌，大家直接闹掰。可是就这么轻松地放过这些害死我女儿的混蛋，实在是太便宜他们了。我吃过的苦，也要他们再吃一遍。就算不让他打胎，一个计划在我心底酝酿。我打算实施计划的第一天，就出了一个意外。这天是周一，彭毅在正常上班。婆婆和我说，今天要回乡下有事情，想要把保姆带到乡下去农忙。我点头让婆婆带着保姆去乡下，没有想到我竟然看见我老公的车也停在了小区外面。本着不被发现，我打车一路跟着他们，没想到他们居然到了我之前做产检的医院。我拿出手机打电话给我的老同学，灵儿，我想拜托你一件事。老同学是这儿的医生，他给我找了一件白大褂。我戴着口罩就坐在诊室的一个隔断的小房间里面，这里一般是产妇看隐私地方的小房间。现在这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半个多小时以后，我在诊室的小隔断里面听见了彭毅的声音。我通过门缝看着他们一家3口来产检。彭毅的声音我怎么样都不会认错的。我不打算打断他们，而是静静地打开了录音笔。没一会儿，我就听见纸张的声音。老同学是医生，他看着单子上的彩超说胎儿发育正常，回家好好休养就可以了。这时，老太婆问医生：“大夫，我儿媳妇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医生说：“病人吴月，是你的儿媳妇。”老太婆说：“是啊，是我儿媳妇。”医生沉默了一瞬，问：“我这边看不了性别。”我婆婆说：“怎么会呢？上次你这边还帮人看性别，这次你怎么说看不了性别了呢？你帮忙看一下。”我听见这话，心里头一阵发凉。我的孩子是因为我知道孩子的性别，告诉了彭毅，所以才会流掉的吗？这个时候，彭毅开口一句：“大夫，这个到时候你们去喝点奶茶。”说着，一打人民币就塞进了医生的手里。医生把钱塞回了彭毅的手里，说：“这个我们是不收的，但是你既然要知道孩子性别，我这边要问几个问题。”彭毅把钱推脱了几次，看真的不收，就没有强求。他说：“好的，你问。”医生继续问：“吴月，你旁边的这个男人是你老公吗？”吴月说：“是的。”医生说：“先生，您叫什么名字？身份证号报一下。”这一刻，我真的是无比感谢我的老同学。彭毅如实告知之后，医生就又拿起了彩超的单子看了几遍。我这边也不能100%说的就是准确的，也是有失误的，你们可不能以我说的这个为准确。彭毅说：“大夫您说，我们就是想知道您看出来是男孩还是女孩。从影像上看，男孩的概率是60%，也有40%是女孩。你们最好要做好心灵里准备。”没有想到老太婆竟然说了一句：“苍天开眼，我们老彭家终于有后了。”有后，
你们家有皇位要继承吗？他们在知道了想要的结果以后，千恩万谢地离开了诊室。老同学进小房间看见我时，我早就已经哭得泣不成声。老同学安慰我，我和老同学说：“灵儿，是我害死孩子。”我这一刻也明白了，为什么我告诉彭毅我怀了女儿，他没有那么大的反应。彭毅在我面前演得实在是太好，太完美了，我竟然没有发现他的一点点反常。一想到彭毅竟然把一个怀孕的女人当成保姆带回家里，吃我的，用我的，我还开工资养着这个女人，我越是想，心里就越是怄气和恶心。这家人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地趴在我身上吸血？他们在我家多住一天，我都受不了了。在他们产检完的第二天中午，彭毅正常在公司上班，家里只有我们3个人，大家都酒足饭饱。保姆开口和我要这个月的工资，我看了眼吴越的肚子，以前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她是个孕妇？是因为她干练的在家里做家务，还是她穿的衣服过于宽松，还是彭毅一直在我耳边强调他给我找了一个胖胖的、其貌不扬的保姆？我看着吴越，突然觉得她其实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可恶的是，她作为一个受害者，居然和这帮王八蛋一起害我，所以其实她也是害我的其中一个帮凶。我压住心里波动的情绪，对吴越说：“等下就把钱给你。”吴越抿了下嘴唇，就开始回到桌子上，开始收拾桌上的餐具。我突然和婆婆说：“婆婆，你有没有觉得鸡汤特别好喝？”婆婆看了我一眼说：“鸡汤一直都很好喝呀。”我说：“今天的鸡汤很不一样，你们没有吃出来吗？”婆婆看了眼鸡汤问我：“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从包里拿出了那瓶叶酸，放在了桌子上。我偷偷在鸡汤里放了好多叶酸，反正以后也没有什么机会吃，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鸡汤里，大家一起吃好了。没有想到我婆婆在这个时候脸色一变：“你说什么？”我笑着说：“这是补品，书上说了，普通人吃也不会有危害。放在鸡汤里面，大家一起补喽。”说着，我观察起了保姆的状态，她的脸色瞬间发白。她也知道我吃的叶酸里面有打胎药，真的是好极了。我婆婆立刻稳住脸色和我说：“我就是觉得这个鸡汤要是和药一起煮，总归是不太好。”我说：“这个又没有毒，放了又怎么样呢？”我婆婆看了眼吴越说：“有的人吃了可能会过敏，吴越吃这个叶酸就会过敏。”我一脸惊讶：“是吗？会过敏？”吴越对我点了点头：“是的。”说完，他就冲进卫生间开始呕吐。我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这2个女人在我面前表演，看着她们狼狈地把午饭都吐了出去以后，我站在门口不解地说：“头一次听说吃了叶酸还过敏的。”我和婆婆说：“我家里刚好有脱敏药，我去拿给你，你们吃一些，说不定能缓解一些。”说着，我就去药箱里把脱敏药拿出来，放在保姆的面前，并且给她倒了一杯水，说：“来，吃吧，成人，吃2颗。”婆婆刚才还在扶着吴越，着急地对我：“你这丫头，把人害成这样，不把人送医院，还给人乱吃药，这像话吗？”我看着眼前这个怒气冲冲的老太婆，只觉得自己之前对她好，那就是个笑话。我说：“我都给她拿了脱敏药，你还要我怎么样？我现在流产了，在坐月子呢，心情也不好，你不要对我大吼大叫，你要不服气就离开我家。”婆婆说：“你不得了了，我凭什么离开？这是我儿子的房子。”我说：“放屁，这是我全款买的房子，和你儿子有个屁的关系。”
我继续说：“赶紧把脱敏药吃了。”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婆和我耍起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一把把脱敏药打翻在地。她说：“吃什么药？快点把人送去医院啊！”那边的吴越还趴在马桶上吐，她这是打算把隔夜饭给吐出来的节奏。我婆婆看保姆脸色还是苍白，她说：“赶紧送医院，你来帮忙搭把手。”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说：“那就打电话给彭毅，等他回来处理。”这个时候的婆婆一直缺失的智商终于回来了。给彭毅打电话干什么？他在公司那么忙，帮我把吴越带下楼，我们叫个车把他送去医院检查一下。要是真的过敏，可就不得了了，这是要出人命的。是不是过敏？他们心里清楚得很。我看着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依然固执地和我婆婆说：“我先打电话给彭毅，他就是过敏而已，没有事情的。”婆婆看我不帮忙，还在拖后腿，只能打电话给120，让他们赶紧来接人。而我冷静打电话给彭毅，告诉他保姆吃了我的叶酸。没有想到这次彭毅来的比救护车还要快。在看见他背着保姆去他的车上，一家人非常慌张的样子，我深深的明白了，其实我才是那个外人。所以从彭毅到婆婆到吴越，他们全都知道那个叶酸里面有打胎药。可惜的是，这次我并没有真的在鸡汤里面放叶酸，不过是我吓唬他们的而已。我通过老同学很快就知道了吴越的病房。站在病房外面，我听着病房里婆婆对我的抹黑。婆婆说：“小谭实在是太歹毒了，居然在小月的鸡汤里面放叶酸。”彭毅说：“妈，他怎么会在小月的鸡汤里面叶酸的？难道他发现了我们的事情？不是我的鸡汤，是吴越这个保姆的鸡汤，真的是可笑。”婆婆说：“那没有。”他就是把他之前吃剩下的那个叶酸倒进了鸡汤里面，要不是你来得快，我真的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的后果，我这个大孙子就没有了。彭毅问：“那你之前就没有给他的药给换了？”婆婆说：“自从去了医院以后，我就不知道他把药给放哪里去了，好在医生说没事儿，不然我和他没完。”彭毅安慰婆婆说：“好了，现在不是没有事情吗？回去我说说他。”婆婆说：“说什么？他马上都要把我给赶走了，难道要我这个老太婆回到乡下继续过那个苦日子吗？”彭毅说：“不会的，我回去好好说说他。妈，你们不要热闹他，在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说服他。”婆婆说：“哼，彭毅，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真的是一点儿都看不惯他，都是怀孩子，就他这个德行还请保姆，真不要脸。”那边吴越可怜兮兮的示弱：“毅哥，我不想。”婆婆离开我，婆婆一脸心疼：“你好好休息，等以后一定要他给咱们端茶倒水，真的是嫁给我儿子了，还能让他牛气了去。”我看他们是不想离开这种有吃有喝还有钱拿的好日子。彭毅说：“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弃你的，大不了再让小谭怀一次孩子，到时候孩子生下来了，他那么喜欢我，也就没有办法，我一定会让你和孩子都有一个着落。”这样的渣男居然能如此不要脸地说出这样的话。我把录音笔揣在兜里，我不打算再和他们虚与蛇尾，所以进去直接和他们摊牌。我说：“为了你母亲，你居然让一个被你们还得刚流产不到3天的女人再次怀孕。彭毅，你自己觉得这是人说出的话吗？”彭毅，婆婆全都呆呆地看向站在门口的我，他们根本都没有想到我会来医院。既然现在事情已经被挑明了，我也不想和他们绕圈子。彭毅，你和吴越到底是什么关系？彭毅说：“
她是我保姆，还能是什么关系？我说，是保姆。你急匆匆地给送她去医院，给她忙前忙后缴纳医药费。彭毅说，她是在我们家上班，要是真的在咱们家有什么意外怎么办？看见他好像有理有据的辩白，我淡淡的说，你们是早就知道我吃的那瓶叶酸是堕胎药，所以才会这么着急把人送进医院吧？这里我没有充足的证据，完全是我炸的他。彭毅说，所以你真的放了药，要害死我的儿子？还没有等到彭毅回答，婆婆就替彭毅说了，那是一个丫头，那就是个赔钱货，生下来干什么？我说，因为是一个女孩，所以她连出生都没有资格了吗？婆婆说，生出个闺女，好吃好喝养大，最后所有东西都赔给人家，我们家才不做这个赔钱的买卖。我看着躺在病床上刚洗过胃憔悴的吴越，凭什么她能这么快被送进医院？巨大的不平衡充斥在我的胸腔，这不公平，就因为她怀了儿子。婆婆说，你要是害了我的乖孙，我和你没有完。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她竟然可以说出这种话。我不理会婆婆，而是盯着彭毅说，彭毅，是不是你在我的叶酸药瓶里面放的打胎药？彭毅皱眉看向我，谭思荣，你觉得这样害人有意思吗？对你未来有好处吗？婆婆说，是我放的打胎药。我又指着躺在病床上的吴越问彭毅，彭毅，你是不是觉得带着你事实婚姻的女人和办过结婚证的女人住在一起很高兴，很爽？彭毅皱眉看着我说，小谭，你听谁说的胡言乱语？谁和你说的？你告诉我，我肯定要撕烂他的嘴。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彭毅和一个女人的结婚照片，甩到了彭毅的怀里。这是通过手机照片而打印出来的照片，通过照片上的特征就能看出，照片上的男人是彭毅，女人是吴越。我问，一个已经在乡下结过婚，没有领取结婚的证的男人和我结婚，并且领取了结婚证，彭毅，你觉得这算不算是重婚？婆婆跑过来说，你这个死丫头，在这里胡说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你要随便诬陷我家彭毅。我指着吴越愤怒地说，诬陷你？你带着怀孕的女人上门给我当保姆，还联合你母亲欺骗我，把我的孩子打掉，留下一个非婚生育的孩子给你养孩子，我是不是脑子有病？一直没有说话的吴越对我大喊，我和彭毅是事实夫妻，才不是非婚生子。我对着不要脸要图谋我家财，联合彭毅母子谋害我的女人说，我有结婚证，我受法律保护，你有什么？明明知道渣男已经和我结婚了，怀了孩子，还不要脸的怀孩子，上门给我当保姆，你又以为你自己高洁到哪里去了？彭毅过来拉住我说，思荣，这些都是误会，你要听我解释好不好？我深呼吸一口气，看向彭毅，好，你现在解释。彭毅呆站在原地好一会儿，他才说，我和吴越之前确实结婚了，但是我们只是办了婚礼，他的孩子就是一次意外，而且他都怀上了孩子，等我知道的时候，他肚子已经很大了。我接着彭毅的话笑着说，和我结婚以后，他肚子里月份比我小，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在和我结婚以后又出轨了，而你让一个怀了你孩子的女人从农村带到市里给我当保姆？彭毅说，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了，她带了一个肚子，在农村怎么活下去？我看向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竟然把这个问题抛给我。我说，这是你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骗着我和你结婚，又把人带进我家让我养的理由。我越想越恶心，
只想赶快从这段婚姻里抽身出去。我对彭毅说：“咱们离婚吧。”我回家以后，开始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了起来。没有想到，彭毅第二天就带着吴远还有婆婆回到了我的家，并且还恬不知耻地和我讲条件，甚至说出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样荒谬的话。彭毅说：“你已经嫁给我了，而且留过孩子，你要是和我离婚，还有谁要你？只有我爱你，要你。况且小月在家里干活，也没有闹出什么事儿，大家就这么一起生活下去，又怎么了？这都已经21世纪了，他竟然还停留在以前的老思想。他是皇帝吗？还享齐人之福，也不找个镜子照照自己看看是个什么德行。”我愤怒地甩了彭毅一巴掌。彭毅，你清醒一点，我孩子流掉，是你们一家害的我，你不要把自己说的有多么伟大无私。我指着保姆吴越说：“她不和我闹事，那是因为她是保姆，拿钱干活，她凭什么要和我吵架？你不要太把你自己当成一根葱。这个房子是我的，我要求你们这帮吸血鬼立刻滚出我家！”之前一直会选择性耳聋的老太婆对我大吼：“你要死啊！居然打你老公！这个家里是谁给你吃、给你喝、给你用？你居然还打你老公耳光！你真的是不得了了！”我看着婆婆和一个疯了的野狗一样对着人乱吠。我说：“你们全都给我滚，滚出我家！”婆婆说：“你都和彭毅结婚了，我和你说，想要离婚，你这个房子也要分彭毅一半的，不然不可能离婚的。”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婆竟然如此不要脸，在把彭毅推出房间以后，开始对我洗脑：“小谭，其实我是不希望你和彭毅离婚的，我对你其实非常的满意的。”我看着眼前虚伪又恶毒的老太太，她继续说：“你就算是不生孩子也没有关系，反正小月以后生了儿子，也认你当妈，我们大家一起抚养这个孩子，以后让这个孩子给我们养老。”我皱眉拒绝这个老太婆：“我不需要别人肚子里的孩子给我养老。”我婆婆继续说：“你怀的那个是女儿，女孩子怎么能担当起养家的责任呢？以后人年纪大了，只有儿子才能给你养老啊！咱们全家好好培养，到时候孩子有出息了，就能好好孝敬我们了。我脑子是被驴踢了吗？流掉肚子的孩子给他们家养孩子。”这次谈话不欢而散以后，我就回家把他们一家3口的所有东西都搬了出去。我让彭毅离开我的家，但是他们和赖皮狗一样，因为没有离婚，他们居然报警找到警察。警察认为这是家庭纠纷，居然把这个无赖的一家3口放了我家。因为遮羞布彻底被撕开，婆婆竟然开始光明正大的给吴越做吃好东西，彭毅也不再把他的工资给我。他们一家3口光明正大且不要脸的在我的房子里住了下来，而我在家里受尽了他们的排挤。我清楚的知道，只有离婚才能彻底摆脱彭毅这吸血鬼的一家，所以我把家里所有重要的证件还有贵重物品全部带走，放在了我爸妈家里。没想到我再次回到我之前婚房时，家门的门锁居然被他们不要脸的给换掉了。我打电话问彭毅怎么回事，彭毅说：“等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我再给你家门钥匙。你现在这样，家里根本就不清静，这也影响到了吴越的养胎，可真是不要脸。”我说：“彭毅，这是我的房子，我凭什么要让你的私生子在我家里养胎？你脑子没有问题吧？”彭毅说：“我最近上班真的很想清静清静。”我笑了：“你要清静？你以为你换掉了门锁，就以为我真的拿你没有办法了吗？”彭毅说：“
我还是想和你好好过日子的，除非你能接纳吴越和我妈，他们2个人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我说，你做梦，却战鸠巢，还不要脸的要我原谅那些伤害我的人。彭毅，我一定会让你遭到报应的。我的手里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我要让这个不要脸的男人名声尽毁，一无所有。几天以后，我就打印了一份关于彭毅队和我领证以后，待怀孕前妻伪装成保姆的带有论点、论证、论据、图文并茂的贴在彭毅的公司的告示栏上。公司领导觉得他个人作风问题严重，这次升职的名额就把他踢了出去。彭毅愤怒地打电话质问我，并且说，我这辈子都不要想拿回房子。这狂妄的语气，不要脸的态度，彭毅觉得没有脸面继续在单位工作，随即递交了辞职申请。不过对他打击报复还远远还不止这些。没有多久，法院的传票也发到了彭毅的手上。这段时间是彭毅给我打电话最多最密集的一段时间。庭审如约而至，加上我前期搜集了他充足的婚内出轨证据，房子也属于我父母赠予我的婚前财产，和彭毅1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他要在判决生效以后离开我的房子。我拿到判决成功的诉讼书时，那个一直悬在我心口的大石头也终于落在了地上。只是彭毅一家在我的房子住了2个月，像是住出了感情，根本不愿意搬出去。当法院强制执行的工作人员把彭毅一家从我家里请出去，我也给家里的门换了门锁，并且把房子给挂了出去。我终于和彭毅彻底了断了夫妻关系，而他也找了新的工作，但是收入大打折扣。为了减少开销，彭毅就把他母亲和吴越送去了乡下待产。他们一家都在期待有一个儿子的降临。听共同的朋友说，吴越后来生了一个女儿，因为吴越非要领取结婚证，但是老太婆说要生出儿子才能领取结婚证。我之前就听说有女人为了生儿子，生死了都没有生出一个儿子，也许是婆媳之间压抑太多的矛盾，又或者吴越终于顿悟了。她做完月子以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抛弃了孩子，拖着行李箱跑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彭毅成了一个离异带娃的男青年。彭毅母亲竟然把刚不足3个月的婴儿直接送给了别人。后来彭毅母亲想给彭毅介绍对象，可是周围人看这个老女人如此冷血残忍，和人结仇了还要给他们家介绍对象。彭毅这样2婚，在村子里收入普通，婆婆尖酸刻薄，农村土房，条件略差的，还有把亲生孙女儿给送养出去的先例在。这名声臭得让人走路都要绕过他们家的门。就在我以为所有事情尘埃落定以后，彭毅竟然找到了我的单位，手里捧着一大束玫瑰花，和我道歉，想要和我复婚。我看着娇艳欲滴的玫瑰，清醒地知道回不到从前。他能冷漠地看着他母亲把孩子送人，转头又来找我复合，不难想象他是有多么的冷漠和功利。我问彭毅，和你复婚，对得起我死去的女儿吗？对得起我流产那天流的血吗？彭毅居然和我说起了他的委屈。我都是被我妈逼的，她是我妈呀。自从和你离婚以后，我就很后悔，很自责。后来的每一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最后会变成这样，我真的知道错了。咱们复婚，我不会再把我妈接过来了。我们复婚好不好？我看向彭毅，问他，你是在后悔失去了这么好的生活，
如果我没有把发现是你们害得我流产，没有把你们成功从我家赶出去，彭毅，你现在还会后悔吗？彭毅转移话题，都是我妈换的门锁。当时我就和他说，不要这样，让你回来。我当时就说，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好好商量。而且那段时间公司项目又在忙，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忽略的情绪会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现在他居然扮演起好人，这样的渣男没拿到奥斯卡真的是可惜。到现在彭毅还把所有的问题责任推到他妈妈的身上，似乎他是道德最高点的标杆一样。我说，所有都是你妈问题，你就没有问题吗？你母亲作为刽子手的时候，你不是在她后面享受所有的果实吗？那时候你怎么不说都是你妈错误？现在所有东西都失去了，你开始怪你妈妈了，你可真是个大孝子。我对彭毅说，你所有的利益都失去了，和我说怪你母亲。彭毅，你才是那个最没有担当、恶心人的懦夫。彭毅辩解，思荣，我真的错了，这只是一个人都会犯错，你总要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呀。我摇头，你犯的错差点要了我的命，还要抢走我的房子。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曾经背叛过、算计我的人再和我居住在一个房子里，让你改过自新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我不敢啊。彭毅，如果你还想把自己当成一个人，就不要再这么没脸没皮的来找我了，好吗？彭毅说，可是你和我离婚，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会比我更爱你？而且你都怀过一次孩子，别人谁要娶你？我看向彭毅说，我有房有车的，为什么会找不到男人？其他那些离婚的人难道就不活了吗？明明是你找不到对象，还要用这种施舍的语气来对我说。彭毅，你就不觉得你这样的打压人的招式很拙劣吗？复婚想都不要想。之后他又来了2次，每次都是不欢而散，被我打击。为了杜绝这样的渣男对我麻烦的骚扰，我也害怕他以后万一对我做出过激的行为，我辞掉了工作，换掉了号码和微信，我还把之前的婚房挂牌出售。快速果决的行动果然让彭毅从我的世界里消失，让我彻底和这一段失败的感情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再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时，我已经有了恐惧，起码在这3年之内，我不想开始任何一段感情。目前来看，单身挺好。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